他满心欢喜地期待着明天的香水发布会，却没想屋顶上已经蛰伏了几十万只杀人蜂。在他朝众人展示香水花香的那一刻，惊悚的事情也随即发生，蜜蜂们倾巢而出，身上有香水味的女孩成了蜜蜂的攻击目标。情急之下，女孩跳入了水中保命，每次出来换气都会遭到蜜蜂的攻击。客人们都已经躲进了室内，女主人拨通了救援电话，很快就迎来了救援人员。女孩用着一节管子换气，减少被蜜蜂蛰，他们必须得先将蜜蜂引开，才能对女孩进行施救。蜜蜂们发现了出气口朝女孩嘴里跑去，留给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少。这时在房里安抚客人的巴克利想到了一个办法，他从客人那得知这是个香水发布会，于是他们在同事身上喷满了整整2瓶香水。随着男人疯狂地朝门外跑出，所有的蜜蜂都追随男人而去。水中的女孩也得以救出，然而麻烦还没有解决，女孩的身体上被折了太多毒针，一根一根的拔出来得好几个小时，到那时女孩早就没命了。他们必须将毒针一次性拔出，他们将胶带撕下一截贴在女孩手上，胶带可粘万物。女孩的生命体征已经稳定，另一边男人也将所有的蜜蜂都吸引到帐篷内，他们请来了专业的养蜂人，将所有的蜜蜂都吸走。养蜂人估计这里边有着20几万只蜜蜂，然而还有着2000多万只蜜蜂在逃。就在昨天，一辆载满杀人蜂的卡车发生车祸，所有的蜜蜂都被释放，司机很快就被蜜蜂蛰倒，一对母女被困在了现场。更严重的是，他们对蜜蜂的严重过敏，蜜蜂将汽车团团包围。母亲赶紧拨通了救援电话，在调度员的安抚下，母女俩得以冷静，也掏出了唯一的一支保命肾上腺素。救援人员赶到便立马开始了救援。不幸的是，今天严重高温，在这种情况下，蜜蜂会变得愈加暴躁。司机早已没了生命体征，副驾驶上还有着一名昏迷的司机。经过检查，司机的气管好像被堵塞，打开嘴巴居然发现里面有着不知道多少只蜜蜂。经过一顿抽吸，司机的命也算是保了下来。另一边，他们用2氧化碳喷雾驱赶车上的蜜蜂，效果不好，就算了进气口还被蜜蜂堵住，他们无法直接将被困人员救出，这样2人估计会直接死亡。更不幸的是，卡车发生爆炸，火势很快就会引发更大的爆炸，已经有好几只蜜蜂通过通风口潜入车内，母女俩一动不动防止蜜蜂攻击。然而一只蜜蜂却爬上了女儿的脸庞，眼看蜜蜂离眼睛越来越近，女孩一个没忍住拍死了蜜蜂。毒针残留在皮肤里，女孩渐渐地开始无法呼吸。妈妈一把将肾上腺素扎入了女孩的大腿，女孩的情况得以好转，妈妈松了一口气。然而这时一只蜜蜂毫无征兆地攻击了母亲，肾上腺素已经用完了家，母亲的生命正在飞速流逝。车外的蜜蜂还迟迟没有被驱赶。细心的巴克利发现，燃烧的卡车散发出的烟雾驱赶了蜜蜂，这让他想起养蜂人就是用烟雾让蜜蜂冷静下来，防止蛰人。他们利用通风机引导烟雾吹响汽车。此时调度员查到肾上腺素一般都会有备用剂量，在他的指挥下，他们将原针管剪开，一只小注射器也露了出来。母亲已经昏了过去，没用过的女孩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将剩下的剂量打入了妈妈体内。在小女孩的呼唤中，妈妈恢复了呼吸。此时蜜蜂们也被驱赶完毕，母女俩成功的逃脱了死神的魔爪。然而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卡车发生了大爆炸，产生的气流吸引了附近所有的蜜蜂。2000多万只蜜蜂在逃，引起了居民们的恐慌。当地所有的解毒剂被一抢而空。专家们追踪了蜂群的移动轨迹，然而随着天黑，气温下降，蜂群冷静下来，停止了行动。专家也因此失去了蜂群的踪迹。他们在第2天的花园派对上消灭了20万只，剩下的1000多万不知所踪。高温让蜜蜂们越飞越高。一名富老头正在开着自己的飞机潇洒，惊觉前方居然布满了乌云。等离乌云越来越近，老头这才意识到是蜜蜂，飞机已经失控。不远处的一架载满乘客的飞机突然检测到。Traffic, fine, fine, pulling up, traffic, fine, traffic, traffic, fine, fine, traffic, traffic, fine, oh no! Traffic, fine. 身为警员的黑姐鼓起勇气镇定下来，她赶到驾驶舱查看，副机长此时马上就要失去意识，他凭借着本能朝自动驾驶上按去。黑姐助他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飞机进入了自动驾驶状态，副机长也昏了过去。此时飞机上没有一个人会开飞机，黑姐想要联系塔台，可无线电已经损坏，她只好先联系紧急救援，随后转接塔台。在得知飞机此刻的情况后，主管立刻指挥各部门将周围空域全部清空，确保窗户外不会再有东西阻碍飞机飞行。飞机上有着不少人员受伤，并且在后方破了一个大洞。黑姐指挥在后边机舱
舱的人员升舱，随后强忍着心里的恐慌，拿起了飞机上的广播电话安抚乘客情绪，表示飞机目前还没有降落的风险。I know that you're all scared. I won't tell you not to be because I am too. But the important thing now is that we help each other and not panic. Now, who has cell service?救援中心拨通了分局的电话，希望他们可以远程教飞机上的乘客如何稳定飞机上伤员的情况。此时黑姐再次接到了塔台的电话，他们希望黑姐能够操控飞机平安落地，并且找来了一位飞行教练员指导。听到这，黑姐脑子瞬间转不动了。Touch me through it. He's actually done this many times. When? With students. On a flight simulator. It's essentially the same thing. Except on a simulator, when you make a mistake, you get another chance. There are people on this plane. And you're gonna get them all home safely. 教练已经到达现场，他指挥着黑姐拧飞机上某个按钮，让飞机进行掉头。可一个个按钮长得一模一样，黑姐根本分不清。Which the hell one is that? This one. It's the one that reads. 在小孩哥的指挥下，飞机成功掉头，暂时安全。黑姐不知道，平时酷爱玩模拟飞行的小孩哥还会给她带来莫大的帮助。飞机上的乘客们在消防员的指挥下，有序地救援受伤的乘客。一个运动员女孩的腿部发生了严重骨折，在指挥下，黑哥先用行李箱拉杆充当夹板，然后用杂志垫着拿领带做了简单的固定。然而女孩的腿却肿得越来越厉害，并且明显血液不流通，变得惨白。消防员立刻明白这是间隔综合症，血压上升阻断了血流。如果不尽快减轻压力，女孩的腿就保不住了。他们需要立马把筋膜切开。然而所有人在上飞机时力气都已经被收走。黑哥刚从监狱出来，立马有了妙计。他找乘客要来了一个牙刷和打火机，很快一把消好毒的锋利的监狱刀就制作完成。在医生的指导下，乘客像切香肠一样切开女孩腿上的肌肉，女孩的腿这才慢慢恢复血色。与此同时，一个金融男变得呼吸急促，原本以为是恐慌发作，可在引导完深呼吸后，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男人不仅呼吸困难，嘴里也开始不断吐出粉红色的泡粘液。消防员立刻反应这是血痰，腹部的液体正在他体内积蓄，慢慢从内部淹死他。这是明显的高原肺水肿。在急速的大脑运转后，消防员让女孩去寻找一种药物。Does anybody here have erectile dysfunction? Is anybody carrying sildenafil? ED-med. A man's life depends on it. 花艺老头主动助手，可拿到药物却喂不下去，就只好再次呼喊寻找雾化器。Hi, me again. Now we're looking for a nebulizer. So if anybody has asthma or I packed one for my COPD. you two, really coming through. Perks of being geriatric, dear. 女孩将药物粉碎，通过雾化器，男人终于脱离死神的魔爪。消防员让女孩找一个毛毯给男人腿部盖上。What's the blanket for? Modesty. Right. 情况似乎正在慢慢好转，乘客们的心态变得积极起来，相互鼓励。Guys, I know it's scary, but we adapt, right? We got this. We're gonna be okay. 情况变得更加严重，由于施压，飞机的速度再次急速下降。原本已经回到座位上的男孩站起身来，他来到了驾驶舱，老爸和他做了最后的道别。教练员在电话那头耐心指导，在黑姐一次次不知道该怎么办时，男孩一次次就中人于水火。I've got it. ATC, we're level with our horizon. knots! You can put that back now! Good job! Sergeant Grant, is there someone in the cockpit with you? I just picked up a co-pilot! Say hello, Jim! Hello! Is that a kid? Whoever it is, you swear like you'd have him. That was very close. At least it's still in the sky. Barely. 但此时的飞机随时都有散架的风险。
必须得尽快让飞机降落。他们无疑是在与死神赛跑。这时黑姐被乘务长叫了出去，原来是昏迷的副机长醒了过来。然而当大伙还在庆幸终于有人会开飞机的时候，副机长却再次倒了下去。该死的心脏病突然爆发，副机长失去了脉搏，上百条人命危在旦夕。他们到底能不能成功脱险？眼看飞机马上就要坠毁，机长却仍旧昏迷，迟迟没有醒来。好在这时一个7岁的小男孩站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就拯救了几百个人的生命。在小孩哥的精细操作下，飞机只要再转一个弯就可以平稳降落。然而就当他们下降高度的那一瞬间，原本挡住洞口的残物飞了出去，飞机的方向舵被损坏，自动驾驶被迫断开。教练员赶忙让他们尝试了各种方法，飞机却没有丝毫方向变化，自动驾驶也已经失去了作用。更糟糕的是，飞机现在飞行的角度完全垂直于机场跑道。塔台紧急寻找可降落地点，早已在机场待命的消防员们也有了不好的预感。经过寻找塔台，最终得出了结论，飞机的燃料也马上消耗殆尽。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只能是让飞机远离人口密集的地方，坠毁似乎也成了定局。这时警探黑姐终于和丈夫芭比取得了联系，在得知飞机无法转向后，芭比的大脑飞速运转，终于想出了唯一可行的方法。她会清空高速道路，提供给飞机1英里的降落距离。塔台得知这个方案后只觉得不可思议，那可是全国最繁忙的公路之一。芭比在高速上急速行驶，最后横停在高速上拦截车辆。飞机此时已经到达机场，眼看着飞机垂直飞过，待命的消防员们也终于收到通知，全体朝高速公路前进。此刻飞机需要立马准备降落，小孩哥此时却开始打退堂鼓。在游戏里每次到降落的阶段，他都坠毁了，可现如今他们只能依靠彼此。随着起落架放下，他们没有了任何退路。黑姐拿起了广播电话安抚乘客情绪。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making an emergency landing. And it is not going to be smooth. But we're going to do our best.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ything to add?消防员终于赶到了公路另一头，阻拦了另一方向的车流，道路已经清空完毕。芭比疏散了后方所有车上的人员，独自站在了消防车上。Athena, you still there? Bobby.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you. Maybe you shouldn't be there. You're gonna do great. I'll hold up a card with your name on it. Be quiet. Athena, I see you. I see you too. I love you. Tell me in person. 在教练员的指导下，黑姐一步步地操控着飞机，眼看马上就要降落，小孩哥此时却陷入了恐慌，无论如何呼喊也没有反应，黑姐只好独自操控起来。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黑姐还在尝试唤醒小孩哥，小孩哥也终于清醒过来。Now we just wait for the wheels to touch. 20. Prepare for impact. Welcome to Los Angeles. 飞机平稳落地，所有人顿时欢呼雀跃，除了黑姐和小孩哥。小孩哥深藏功与名回到了父亲身边，而黑姐坐在椅子上哭泣不已，那压在心中的大山终于消失。